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治安工程师吴磊。在治安和网络安全这个行业里，我已经深耕了将近20年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，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危险，就藏在您最习以为常的一个动作里，一个让人防不胜防，钱财瞬间蒸发的新型陷阱已经悄悄盯上了我们所有人，请您一定要把今天的内容完整看完，因为这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您的存款安全。今年3月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，我每次讲起来都觉得心里很沉。一位王小姐是个普通上班族，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，发现手机快没电了，她环顾四周，发现旁边有一排公共充电桩，旁边还搭着几条充电线，他想都没想，顺手拿起那条线，插上了自己的手机。这不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做的事儿吗？太正常了，对吧？结果他下了飞机，打开手机一看，整个人当场傻在原地。银行 APP 连续推来好几条他完全不知道的交易提示，账户里将近5万块台币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充电10分钟，存款归零，就这么简单。您现在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？其实类似的陷阱不止发生在充电桩上，您在咖啡厅看到免费 WiFi 就顺手连上去，收到一条包裹待取或欠费的短信就急着点开处理。这些习以为常的小动作，现在已经成了诈骗集团最喜欢也最容易得手的突破口。很多人觉得能骗走这么多钱，那些骗子的技术一定高明到不得了。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，骗子得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们手机里有一个关键的安全开关，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。今天我就带您找到这个开关。先回到王小姐的问题上，那条充电线看起来无害，实际上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。我们一般都以为 USB 充电线只是用来充电的，但实际上一根普通的 USB 线同时具备充电和数据传输2种功能。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一点，他们会把公共充电桩上的充电线偷偷改装，在里面植入一个极其微小的芯片。您的手机一插上去，表面上是在充电，但那个芯片已经像病毒一样悄悄侵入了您的手机系统。您的照片、联系人、各类账号密码，甚至网络银行的登录信息，全部被复制了一份，透过网络传送到诈骗集团的服务器里。这整个过程您毫无感觉，等您发现的时候，钱早就被转走了。针对这个陷阱，我给大家提供3招，简单有效，马上就能用上。第一招，自备充电设备。出门随身带一个自己的移动电源，或者至少带上自己的充电线和充电头，用自己的东西最安心，完全杜绝了被动手脚的可能。第二招，买一个 USB 数据阻断器，这个东西不贵，大概10多块人民币就能买到，在网上或电子器材店都有售。它长得像一个小转接头，插在充电线和手机充电口之间。原理很简单，它在物理上把数据传输的线路切断，只保留充电功能。不管那条线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它都绝对无法读取您手机里的任何资料。第3招，专门针对安卓手机用户，您可以在设定里把 USB 连接模式预设为仅充电。这个设定藏得比较深，需要先进入开发者模式。方法是打开设定，找到关于手机，然后连续点击版本号7次，手机会提示您已进入开发者模式。接着回到设定主页，找到开发者选项，往下滑找到默认 USB 配置，把它改成仅限充电。设定完成后，以后每次插上 USB 线，手机只会充电，不会传输任何数据，等于多了一道保险。这3招请大家务必记下来，不要为了图一时方便，让自己的财产和隐私暴露在巨大的风险里。讲完了有形的充电线，我们再来讲讲无形的网络陷阱——公共 WiFi。现在走到哪儿，咖啡厅、图书馆、地铁站，到处都有免费 WiFi。
对那些有网络焦虑症的人来说，简直是一大福音。但您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 WiFi 不用密码就能连？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在广州，有一位68岁的黄阿伯，平常很喜欢去市立图书馆看书、看报纸，图书馆提供免费 WiFi， 他也习惯了直接连上去看看新闻，跟家人发发消息。有一天，他发现搜索出来的 WiFi 列表里有2个名称非常相似的网络，一个是图书馆官方的，另一个多了几个英文字母，看起来好像信号更强。他随手点了那个，顺利连上了网。结果当天晚上，他开始收到奇怪的短信，说他的银行账号出现异常登录，要他点链接验证身份。幸好黄阿伯这个人比较谨慎，他没有点开，而是第二天直接去银行问。银行工作人员一听，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。经过专家分析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他连接的那个假 WiFi 上。诈骗集团会做的事儿，就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架设一个跟官方名称极度相似，甚至一模一样的假 WiFi 热点。这个假 WiFi 通常不需要密码，让您轻松就上钩。一旦您连上去，就像走进了一间四面都是透明玻璃的房间。您在手机上做的每一件事，发送的每一条消息，输入的每一个账号和密码，都会被这个假 WiFi 的架设者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拦截您的所有数据，然后用这些数据去实施下一步的诈骗。对于公共 WiFi， 请大家务必遵守3不原则。第一，绝不登录敏感账号。在外面用公共 WiFi 看新闻、查天气可以，但绝对不要登录任何需要账号密码的平台，特别是网络银行、购物网站或任何跟钱有关的服务。这些重要的操作，请回家用自己的安全网络来做。第二，绝不连接可疑网络。连接 WiFi 之前，务必向店家或场馆工作人员确认官方提供的 WiFi 名称是什么。那些名称奇怪的、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的，或者完全不需要密码就能进入的网络，风险极高，最好一律不碰。第三，不用时就关掉 WiFi 功能。手机如果一直开着 WiFi， 它会自动搜索并可能连上不安全的网络。最保险的做法是在您不需要用网络的时候，从手机快捷菜单里把 WiFi 功能暂时关掉。记住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讲完了实体陷阱和网络陷阱，接下来要讲的是直接送到您手机里的钓鱼短信。这可以说是目前传播最广，也最容易让人上当的诈骗手法。您一定收到过类似的短信，您的快递地址有误，无法派送，请点击链接更新信息。您有一笔过路费逾期未缴，请立即处理。您的电费账单已过期，为避免停电，请尽快支付。这些短信为什么成功率这么高？因为它同时利用了我们2种最基本的人性，一种是期待，有包裹，快去看；另一种是恐惧，会被罚款，会停电。当情绪被调动起来，思考能力就会下降，人就很容易掉进陷阱。住在成都的72岁张阿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他平常一个人住，儿子很孝顺，经常从网上买保健品寄给他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条短信，说他有一个包裹因为地址不清楚被卡住了，要他点击链接重新填写地址。张阿妈心想，肯定是儿子又买东西了，不快点处理儿子会担心，就点了进去。打开的网页跟邮局官网一模一样，要求填写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甚至说为了验证身份需要输入信用卡号。张阿妈都照着填了，结果不到半小时，银行来电告知他的信用卡被连续盗刷，金额高达10几万元，辛苦一辈子存下来的老本，因为点了一个链接，瞬间化为乌有。有一条铁律是诈骗集团永远无法攻破的，任何正规机构，不管是政府部门、银行还是快递公司，绝对不会通过短信里的链接要求您输入任何个人或账户信息。请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。面对钓鱼短信，我教大家3个动作。第一，不点。
收到任何带链接的陌生短信，不管内容说的多紧急、多严重，第一个动作就是不点，99%的危险，在这一步就被挡下来了。第二，删除。不要让这些诈骗短信留在手机里，看完就直接删掉，避免自己或家人不小心又点开。第三，核查。如果您真的担心、怀疑可能真的有包裹或账单，请用自己的方式去查证，比如自己打开购物平台查订单，或者拨打那家公司官方客服的电话去询问。记住，电话号码要用您自己知道的，或者从官方网站上查到的，不要用短信里提供的。前面这3种陷阱，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基本常识来防范。但接下来这第4种是目前最棘手，也最挑战人性极限的诈骗手法 ——AI 诈骗。以前我们说眼见为凭，但在 AI 时代，这句话已经完全不适用了。现在的 AI 技术只需要您的子女在社交媒体上一段10秒钟的视频，或者几段通话录音，就能复制出跟他一模一样的声音，甚至合成出一段他说话的视频画面。然后骗子用这个假儿子或假女儿打电话或视频给您妈：“是我出事了，现在急需一笔钱，你快汇30万到这个账户，先别问，晚点再跟你解释，真的很急。”声音一模一样，视频里的脸也一模一样。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，有几个父母能保持冷静？在南京，有一位74岁的老先生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恐惧和喘息，背景里还有其他人的喧嚷声。老先生的心立刻揪了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唯一的念头就是我的儿子有危险，我必须救他。他什么都没想，拔腿就要出门汇款。幸好就在这时，他的儿媳刚好回家，觉得情况不对，马上拨通了丈夫的电话核实，才发现是一场骗局。保住了家里几10万的积蓄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。怎么防范这种几乎以假乱真的骗术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我教大家2招。第一招，设立家庭通关密语，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。请您今天就跟家人，不管是配偶、子女还是孙辈，一起约定一个只有你们自己知道的秘密问题和答案。这个问题不能是别人容易查到的生日、身份证号之类的信息，最好是一些专属于你们家的生活记忆，比如我们家养的第一只小狗叫什么名字，或者我小时候最常去哪家店买零食。以后只要接到任何亲友通过通讯软件打来说要紧急借钱的电话，第一件事就是问对方这个通关密语。AI 可以模仿声音和样貌，但它绝对不知道你们家专属的秘密记忆。对方答不出来或者支支吾吾，那就肯定是诈骗。第二招，视频通话时要求做细微动作。如果对方打视频来，您还是不放心，可以请他做一些自然的细小动作。AI 生成的视频在处理这些细节时，常常会露出破绽，显得僵硬或不自然。您可以说，你对着镜头笑一下，让我看到你的牙齿，或者用右手摸一下你的右边眉毛，或者连续眨3次眼睛给我看。真正的家人虽然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一定做得出来。而 AI 生成的假视频在执行这些动作时，往往会出现延迟、变形，甚至根本做不到。讲了这么多来自外部的攻击，现在我们把目光收回来，看看手机内部的风险。那些我们自己安装的 APP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小偷。您在下载安装一个新应用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会弹出一些窗口，问您是否同意读取联系人，是否同意访问相册，是否同意使用位置信息？我相信大部分人为了赶快开始用，都是看都不看，直接点同意，对吧？这一个同意，风险就来了。
那些跟 APP 功能毫无关系的权限申请，很多时候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：收集您的个人资料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卖给广告商，甚至是诈骗集团。您的电话号码、您朋友的联系方式、您家里的地址，就在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泄露出去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或诈骗短信，因为我们的资料早就被卖掉了。所以定期给手机做一次权限大扫除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操作分2步，第一步，定期检查，建议每隔1到2个月花10分钟检查一下手机里所有 APP 的权限设置。第二步，关闭非必要权限。在手机设置里找到隐私或应用管理，点进去就能看到每个 APP 分别获取了哪些权限，一个一个看过去。手电筒 APP 为什么要读取联系人？新闻 APP 为什么要使用麦克风？游戏 APP 为什么要一直获取您的 GPS 位置？凡是您觉得不合理、没必要的权限，毫不犹豫地把它关掉。关闭这些权限通常不会影响 APP 的主要功能。请记住，个人资料是宝贵的资产，不要轻易交给来路不明的应用程序。最后一个，也是守护财产的终极防线——双重验证。什么是双重验证？简单说，就是登录重要账号时需要过2道关卡。第一道是您设置的密码，第二道是系统发送到您手机的一次性验证码。这就像银行金库一定有2道门，少了一道，安全性就天差地别。但我发现很多朋友为了图方便，嫌每次登录还要收短信、输验证码麻烦，就把这个功能关掉了。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行为。您知道吗？我们平常使用的账号密码泄露的风险有多高？可能您在其他网站用过同样的密码，而那个网站被黑客攻击了，也可能您曾经中过钓鱼链接，密码被骗走了。一旦诈骗集团拿到了您的网络银行登录密码，而您又没有开启双重验证，他们就能长驱直入，直接把您账户里的钱全部转走。您的密码形同虚设，但如果开启了双重验证，就算骗子拿到了您的密码，系统还会要求输入发送到您手机的验证码，而这个验证码它没有，它就被挡在了第2道门外，您的钱就保住了。请您今天就拿起手机检查一下您的网络银行、移动支付、股票软件，甚至常用购物平台是否全部开启了双重验证。如果没有，立刻把它打开。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6种最常见的数字陷阱，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。在事前预防方面，请牢记3要守则。第一，要亲自验证任何通过电话或消息提出紧急转账要求的，不管对方声音多像，请先挂掉电话，用您自己手机里存的号码亲自回拨一次确认。第二，要建立密语，今天就跟家人约定专属通关密语，作为识破 AI 诈骗的终极法宝。第三，要告知家人，收到任何可疑的电话、短信或消息，不要自己一个人判断，把它拿给子女或另一半一起看。多一双眼睛，就多一份保障。万一真的不幸被骗，钱已经汇出去了，请冷静。把握黄金24小时3步骤。第一步，立刻挂失，马上拨打银行电话，告知遭遇诈骗，请银行立即冻结您名下所有账户，阻止损失继续扩大。第二步，立刻报案，带着相关的对话记录和汇款凭证，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，并且一定要拿到报案回执，这是后续追回款项的法律凭证。第三步，立刻重置。您的手机很可能已经中毒，请立即恢复出厂设置，清除所有数据，并在安全的设备上重新设置所有重要账号的密码。科技带来了便利，但也带来了风险。但请大家不要害怕，因为知识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。只要建立正确的观念，做好这些简单的防护措施，就能挡下99%的诈骗威胁。
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写下“安心上网”这几个字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把这期内容分享给您所有在乎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那些自己一个人住、平时较少接触这类资讯的长辈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才不会错过更多重要的健康和生活安全资讯。我是治安工程师吴磊，祝福大家都能拥有安心安全的数字生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